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为家乡倾力奉献，却被央视主持人冷嘲热讽，程毅真这么多余？程毅的演技，大家都说会说话，那真是没得挑。他出道这么些年，作品一部接一部，可你知道吗？他却一直没能真正大爆特爆，总感觉差了那么一口气。面对外面那些七七八八的误解，他这人也怪，通常就选择闷声不吭，啥也不解释。最近，程毅为了支持老家活动，结果稀里糊涂卷进了一场风波，甚至还被央视给点名了。这事儿一出，大家伙才算是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说真的，这事儿也挺微妙的，不经意间，他就揭开了程毅在娱乐圈里他那真实地位和影响力的冰山一角。这趟关于给家乡做贡献却莫名其妙被吐槽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切入点。它不光关系到一个艺人的个人担当，更折射出公众人物在聚光灯下到底要面对多少复杂的境遇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审视。所以啊，这不禁让人好奇，程毅这人究竟是咋做到的？凭着他那股子独特的内敛劲和韧劲儿，他是怎么一路应对职业生涯里的起起伏伏，还有那些外界的眼光和挑剔的？这里头说不定就能看到艺人成长轨迹和咱们老百姓对他们的认知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深刻的互动。那年少年初闯荡，咱们往回倒带，看看程毅那会儿青涩的少年时代，他可不像现在荧幕上那么沉稳，反而有点小叛逆呢。他家里好几口子都在部队里头，爸妈也一直盼着他能像家里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可人生啊，就是这么奇妙。朋友一句不经意的鼓励，给程毅打开了另一扇门。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呗的心态，决定去考中央戏剧学院。在他自己看来，那是一次充满未知，但又觉得值得闯一闯的冒险。备考那会儿，程毅的表演基础几乎是零。为了赶紧补上这个短板，他专门请老师恶补考试内容。他心里头盘算着，要是能考上就去当演员，考不上就乖乖听家里的安排，也没多纠结。就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他自己买了火车票，一个人就这么吭哧吭哧的北上，去北京考学了。结果呢，程毅真的敲开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大门，从此开启了他埋头苦学专业表演的大学生涯。呆萌男孩，手机总欠费。荧幕底下，程毅这人私生活简直是清心寡欲，跟好多明星那花花绿绿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他朋友们老是打不通他电话，为啥？因为他手机老是欠费。演员蔡文静就爆料过，程毅的手机经常欠费，有一次手机网络坏了将近半个月，他愣是没去修。在剧组拍戏，他会悄咪咪地问别人能不能蹭个热点，好让他上网用用。蔡文静还吐槽说，每次给程毅发生日祝福之前，他都得先给他充话费，这都成了朋友之间的一个固定节目了。还有一次，程毅在节目里对着手机挥手打招呼，结果把语音通话当成了视频了，简直是笑死个人。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一下子就把程毅呆呆的形象给立住了，大家伙都觉得他特别可爱。这些趣事儿也从侧面说明，他对演戏这事儿是真纯粹，压根儿就不太在意那些世俗的繁杂。程毅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这份特殊的成长经历也塑造了他豁达的性格。爷爷奶奶老是教导他，不管是遇到好事儿还是倒霉事儿，都要坦然接受。他们相信，只要顺其自然，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程毅一直把爷爷奶奶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这份人生哲学也预示着将是他未来应对各种挑战时
那股子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默默无闻，直到流离。大学3年级的时候，程毅终于等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戏《唐宫美人天下》。他在里头演了个宫廷侍卫冯小宝。别说，出道第一部剧就展现出了不赖的演戏天赋，发挥得相当不错。从那以后，他就正式成了个演员。他还跟辛芷蕾搭档过，演了电影《鬼爱》的男主角，甚至连电影主题曲都是他亲自唱的。这小伙子还挺多才多艺的。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找他拍电视剧，可奇怪的是，他就是一直没能被广大观众给记住。即便如此，程毅也从没气馁过，始终保持着认认真真拍戏的态度，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演艺事业。直到综艺节目《1年级大学记》播出了，才给程毅带来了转机。他在节目里当科班生队长。通过这个综艺，程毅才开始被大家认识，他那呆呆萌萌的形象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同年，他又演了《青云志》，在剧里饰演青云门弟子林惊羽。就凭着这个角色，他拿到了第7届互联网牛耳奖互联网年度新锐人物奖项。2016年也算是他事业的上升期了，爆红后的那些糟心事。然而，接下来的4年里，程毅的事业仿佛陷入了一个怪圈，他拍的剧集都没能大爆，事业发展好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滋味肯定不好受。直到电视剧《琉璃》横空出世，才彻底结束了程毅的事业低谷。这部剧直接把他送上了事业高峰，一下子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那关注度简直了。可谁知道琉璃爆红之后，各种糟心事儿也跟着来了，让程毅遭受了好多无端的谩骂。他在剧里跟女主袁冰妍的 CP 感实在太强了，好多观众从剧里磕到了剧外，投入了真情实感。程毅之后还有别的剧要播，公司为了不影响后续剧的播出效果，就叫停了 CP 营销。于是程毅和袁冰妍开始刻意避嫌，可这一举动却引发了观众的强烈不满。观众觉得他这是在拆 CP， 不敬业，相关话题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程毅因此遭受了铺天盖地的网络谩骂。面对这些，程毅倒挺看得开，他觉得当演员就得经历这些，无论是好的坏的。他把这次网暴的经历当成了自己前进的动力，变得更加坚强。风波过后，程毅更是埋头深耕演技，陆陆续续带来了一部又一部作品，用实力回应了所有的质疑。那2年，他的作品数量特别多，凭借《沉香如屑》《底线》《莲花楼》这些剧，他直接坐稳了一线演员的位置，妥妥的实力派。他还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在综艺里，观众看到了戏外程毅搞笑的一面，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他和观众的距离。他用作品和真诚，一步一个脚印地巩固了自己的演艺地位，真是挺不容易的。一片丹心，却被嫌弃。程毅是湖南怀化人，他一直心系老家，积极支持家乡的各项活动。前段时间，他老家办了个特别火的村 BA 活动，程毅也应邀去了现场，给活动增添了不少人气。他的出现，那关注度肯定是蹭蹭往上涨，吸引了无数目光。可谁知道，活动中主办方好像没把流程啥的搞利索，导致现场观感不太舒服，还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央视主持人当时的话筒居然没关，他小声嘀咕了一句不知道请他来干什么，这话被在场的粉丝无意中听到了，随后就在网上小范围的传开了。程毅的粉丝们都在替他打抱不平，觉得他明明是为家乡做贡献，结果却遭遇这种言论，真是太委屈了。央视主持人也因此被一些网友吐槽和批评，觉得专业主持人不该在任何场合吐槽嘉宾，甭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言论都显得不够得体。
原本为家乡做贡献的一件大好事，结果却以这样的结局收尾，程毅心里肯定不好受，这份善意算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结语：沉默是金，实力为证。这次事件也从侧面说明，在那种地方性活动里，不管明星多有名气，最终还是主办方说了算。艺人的影响力在特定的场合下依然的听组织者的。程毅出道至今已经10几年了，他现在的人气和地位，那都是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努力拼出来的。这其中的辛酸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从一个曾经有点叛逆的少年，到如今的一线演员，程毅就是凭着他那股子天赋、韧劲和内敛的性子，才克服了事业上的瓶颈，也应对了公众的误解。就算遭遇外界的审视和不公，他依然坚守本心，就那么踏踏实实地专注于作品本身，用实力证明着自己。这或许就是他沉默背后最强大的力量吧。